大家好啊，我是阿贝。在推出新载具动力滑翔机后，官方曾经询问大家要不要把这个载具加入到经典模式之中，因为目前这个载具只出现在了娱乐模式里面。我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吧。滑翔机的实战能力其实很弱的，因为刷新点都是固定的，几乎都是边边角角，落地就有人直接冲过去开来玩。如果你想先拿了枪，然后再走到边边角角去找他们开，飞机大概率已经被人开走了。如果你什么都不捡，落地直接冲过去开滑翔机，那你能拿它做什么事情呢？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你有了枪，也已经拿到了滑翔机了，这玩意在空中打地面也是挺弱的。人家躲在掩体后面，你就无解了呀。而飞在天上的你是没有掩体，纯属靶子来的。如果用来转移进圈的话，速度又比摩托超跑慢很多，降落难度极高，再次起飞需要一条长长的跑道，这个转移进圈的意义也很有限。结合以上的原因，我的观点是滑翔机过于鸡肋，加到经典模式是可以的，不至于破坏平衡。官方当初加这个载具，估计就是看它现实中滑翔机比较弱才加进去的。那么本期让我们一起看看现实中的滑翔机吧。早在200年前，滑翔机就出现了，原理是借鉴于风筝和鸟类的飞行，比莱特兄弟造的飞机还要早将近100年。当时是没有任何动力装置的，最早的滑翔机是靠别人拉着绳子带它们飞，或者车子牵引它们往前跑，再借助风力飞起来。早期的滑翔机甚至没有轮子，就像这样，只能在特别平坦的草地跑道上面起飞和降落。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还曾用它来空降人员和投放物资。之后，人们加入了小型发动机和螺旋桨，可以自己起飞了，并且空中飞的距离更远了。而游戏中的原型是采用闪翼的动力滑翔机，同样是只能乘坐2个人。现实中速度一般可以达到120到130千米每小时，和游戏里面的110千米每小时速度接近。现实生活中的动力滑翔机用途一般是4种：第一，载着人体验飞天的感觉；第2，训练飞行技能；第3，空中观察拍摄；第4，飞行表演。它的目的就不是为了作战的，或者说作战能力非常低下。机身是不设计混弹的，人员呢是暴露在外面的。回想起我之前在游戏中的一次飞行，飞着飞着被人用栓举爆头打下来了，那个人也没有开挂，就是运气好。现实中的动力滑翔机会选择平坦的草地或者飞机跑道上飞，来确保起降安全。飞行时同样是双手推拉操纵杆来控制滑翔机的拉升与下降，移动重心的位置来调整左右方向。但是动力滑翔机有一个问题当滑翔机想要往上时，速度就会减慢，甚至会出现失速或者失控的情况，所以动力滑翔机很难飞到高空。很多动力滑翔机需要利用空气的上升气流，从而提升飞行高度，而高度是可以转换成速度的。当滑翔机被上升气流带着往上后，就可以滑翔很远的距离，一边往前飞，一边慢慢往下降低，就是自由滑翔的状态。可是，在游戏中不存在上升的气流呀，这也就导致了滑翔机在游戏中续航很弱，飞行高度很低很低。回到游戏中，滑翔机的机身上也是有几个小细节的，轮子上写着 Good While， 好轮子的意思，很直白。机身上写着 No tipping over， 禁止翻转飞行，也就是不能耍特技，驾驶员不能头朝下飞行。机身上的另外一个位置，箭头指着下方，写着这一边朝上，但实际上这一面是朝下的呀。这算不算是一个小调侃呢？操纵面板上还有一个3级头和香蕉，而机身上的位置标记着监视工作室，越看越像是空中摄影公司的飞机了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喜欢，能否帮忙点赞、收藏、支持一下？感谢您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